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你们赚没赚钱我不知道，反正呢，我是带我的会员们基本上都赚钱了。好，废话不多说，先进入咱们的会员群晒单分享环节。大家来看这张图啊，我先给出了我对前2天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基本面的分析，然后呢，又讲了我的点位预判。你们看我是怎么说的？比特币长线的低位筹码，目前的抛压比较低，说的就是那些非常低价位买的那些比特币啊，他们现在并不是很想卖，并且呢，亏损筹码指的是5万美元以上的，甚至是2万5千美元以上的筹码的套现意愿也是比较低的。不过呢，亏损筹码、盈利筹码的套现意愿降低，可是散户们的激情仍然在高涨，贪婪恐慌指数已经接近了中位数了，不恐慌了。那这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贪婪恐慌指数不恐慌了，是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指标就显示出了，大家可能散户们购买欲望就会上升了。不过，这个贪婪恐慌指数越接近贪婪，则预示着市场下杀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但具体什么时候会杀鸡，仍然无法确认具体的时间，只能说越接近贪婪，下杀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在接近下杀杀鸡之前，肯定是要把鸡养肥了拉起来再杀的嘛。以太坊目前的这个合并呀，包括市场的发展的时间点比较紧凑，并且呢，以太坊合并面临的威胁主要有2个点：一，加息，下个月加息大概率可能是50到75个基点，算是中高程度的加息。以太坊基金会呢，显然是不想硬碰这个加息的时间点位的。下个月9月19号加息嘛，以太坊是9月20号加息还是9月19号？9月21号加息，以太坊是9月19号合并，结果呢又给提前到了9月15号，这是一个。从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以太坊并不想硬碰加息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以太坊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土狗分叉。目前交易所还有一些网红在联合做局，要套皮分叉以太坊，搞了什么个 ETHW， 还有 BETH， 各种各样的 ETH 啊。总之呢，这帮子杂碎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以太坊手里抢夺客户和资金。这2个因素都是促使以太坊它这个合并只能提前不能延后的关键。只能以快打慢，给土狗们的时间越多，土狗们的准备工作越充分，则分流效果越好，抢夺以太坊的资金可能就会越多。同时呢，越接近加息日，韭菜们则越不敢出手，不敢买入，这对以太坊的合并的后续市场的发展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如果说碰上这2个不好的东西把以太坊给搞了，那以太坊刚合并就给下跌或者尿崩了，那以太坊不是直接打自己的脸吗？合并个 2.0 酝酿了半天，好，就搞出这么一个烂玩意儿，市场直接崩了，这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以免夜长梦多，这个合并只能是宜早不宜迟。这也就是为啥以太坊把合并的时间提前再提前的原因。以太坊的链上数据也比较重要我们虽然有这个以太坊的合并的大环境、大预期作为基本，不过呢，这个链上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转入交易所的以太坊在前2天是比较低的，那这也反映在了币价上涨上面。反之呢，如果说转入交易所的币变多了，那币价则有可能降低。目前呢，交易所手里面的筹码并不是很多，所以呢，交易所砸盘的动能不是很强。不过呢，还是可以砸的，带动散户们的恐慌情绪。我们把这个数据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那就是转出交易所暂时保留的币是高于挂卖抛压的。
所以呢，根据以上种种因素，结合数据面呀、技术面呀和基本面来判断，我觉得啊，1980左右我入30%，甚至是半仓啊，风险不大。最低呢，在192几、190几也可以入，但是注意啊，这种数据无法判断咱们是不是被诱多、被做局的可能性。万一给你来一个15个点左右的下砸波动，那以太坊则有可能直接奔到1700加了。不过呢，这也是最极限的情况，概率比较小。你现在去买，就在1980到1900之间去买，也意味着你目前最多会冒15%的浮亏的风险。正所谓富贵险中求，所以呢，我在那一天给会员的入场点位的建议，资金分配的比例为1980左右入30%，1900左右入30%。如果再往下跌，1800到1750算是极限情况了。在这个情况，你就可以大仓位买进去啊。如果说涨不回2000加了，算下来你是从1900加半仓买进去的话，那你也是半仓盈利。如果说跌到1700、1800，那基本上已经是周期性的底部了。你在那个时候买，几乎是没啥风险的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节奏去买入。如果是有些人资金吃紧啊，资金紧张，手头吃紧的人，那你就可以1成1成、2成2成的去买入。具体的投入比例需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去判断。任何一个项目，你们都不要抱着梭哈的激情去。风险投资，切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至于某些博主、某些人要让你们梭哈，让你们全仓干进去，这其中一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利益链条。好，这是昨天会员群里面最及时的带单消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盘面啊，是否是如我前2天所预判的一样呢？以太坊我当时说的点位是1980，在我的判断之中。然后呢，又下跌了，跌到了最低1906，也在我的判断之中。因为我说了，最低你可以从1900加去买。我公告预期的半仓的最低加仓点位就是在这个范围，1900左右嘛。最低跌到了1900左右，然后就开始反弹了，直接反弹到了最高2020吗？还是2010几啊？那这也就意味着我的会员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我给的点位和节奏进场买入的，结果呢就涨了嘛，从1900加涨到了2000多，而且我当时让他们基本上都是半仓进去的，所以呢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其实前天跌到了1900左右啊，我还是有点慌的，不过还好，我是稳住了，而且我也在群里面让大家稳住，然后呢，我们稳住了以后，就及时的赚到钱了嘛，跟上我节奏的那些会员也都赚到钱了。你们看，会员们赚到钱了，多开心的！他们是怎么说的？面大，你就是我的神呀！打开手机一看，这不一飞冲天了。一觉起来又赚了10%啊！昨天刚加入会员，今天就被面大带起飞了。哎呀，这个人更惨啊！我自己乱空都亏麻了，亏了5000多 U， 靠面大慢慢打回来了3000多 U 了。你们看这些截图，可不是面具人我乱说的，对不对？面具人我的体力有限，这个做视频剪辑呀，实在是太费精力了。而且还要拍摄、剪辑、编辑、上传、审核，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呢，各位观众，如果你们想要最及时的消息，可以考虑进我的会员啊。等会儿我在节目最后会公布我的联系方式和入群方法的。以上就是我前2天的操作分析、带单分享，证据都在那里。你们不相信的，可以进来看一看，对一对当时的 K 线图和时间节点，看看面具人我的判断能力以及节奏感。到底是否如我现在节目给你们演示的一样啊？咱也不玩那些马后炮的东西。好，来讲主题吧。今天咱们的主题依然是分析以太坊的走势。
OK， 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行情判断，而导致你没跟上赚钱的机会，没赚到钱，或者是亏损了，后悔可别怪我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同样的特殊活动仍在继续，我会在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那就是没有数字啊。你们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钱包地址，我就会抽取1名，赠送1颗召唤石，价值0.1个以太坊啊。这是最后一期送召唤石的节目了，下期节目就要开奖了。哎，我本来说只送出去1个，哎，算了，我买3颗，送3个人。你们多多参与，你们的中奖率又提高了。哎，面具人，我是好人，每期节目都给你们撒币啊。好，来讲正题啊。目前以太坊的购买力已经开始衰减了。你看周末的美股不交易的这种情况下啊，理论上来说，应该会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币圈，以太坊的交易量应该是增多的。但是呢，以太坊的交易量也没有增多。但是也没衰退多少啊，毕竟以太坊的合并利好的基本面还在，以太坊目前的抛压也不是太大，所以呢，按理来说它应该不会出现太大幅度的下跌，而且呢，再加上一个政治面，你们去看啊，下个月的加息顶天了就是加75个基点嘛，如果说加不到75个基点，加50个基点，那就算大利好，因为前几次加息都没有加到这么低的。最多也就是持平，所以呢，在基本面这里政治面这里啊，很多主播喊什么以太坊要去$1000了，要大崩跌了，这种不看政治环境和大数据的，张口就来就是煽动情绪的啊，除了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要么就是纯粹的脑残骗钱的，我告诉你，骗流量博眼球的。现在我操！现在你们其实看一下交易数据啊，很多人不敢追高以太坊，但是他们也不太敢做空。总体来看呢，由于昨天、前天甚至今天啊，以太坊都在下跌，整体的看空情绪稍微多了起来。不过也不是太多啊，现在的盘面行情比较纠结那就横着盘呗，对吧？上下震荡呗。这是以太坊的情况。我们再反观一下比特币啊，比特币的基本面由于受到了以太坊领涨的影响包括政治面呀，整个经济环境面也都是慢慢偏好了起来。我认为比特币应该会有一些补涨，因为目前的资金流量是逐渐呈现着从以太坊向比特币倾斜的趋势。不过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风向随时都会变。但是我们该做的交易，该赚的钱还是要赚嘛，不能让自己的口袋闲下来，是吧？闲下来那钱是要贬值的。所以我建议各位，今天、明天你们找一点低点位买入比特币还是可以的。不过面具人我还是主要买以太坊因为我不喜欢买比特币那说到买以太坊的话，我认为这一次下跌的阶段性底部不会太低，你就算在1900左右上的车，你的风险也不一定特别大。你在1910、1900几、1890，你在这个点位区间，你就算上了车你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顶天了，你做好心理准备，你冒一个15%的浮亏风险，跌到1700甚至跌不到。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给出我的建议是$1850之前以太坊半仓，到了$1850暂时撒手，先等一下，先不要再买了，已经买的先拿住把手停下来如果说再跌到1700了1700加出头了那你可以继续再补。其实你在1850加1880、870，你在这个区间买入你最多我认为再忍受10%都过不了的亏损
10%我都不认为能到，因为你从1850再跌个10%，那就跌到了1600多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啊。可是呢，你想一下啊，万一再跌不下去了，直接反弹涨上去，涨个2000几十，甚至2100，那你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呢，面具人，我是在1850家买入了很多以太坊，就算它出现了继续下跌的情况，我还是会拿，而且再低的话，到了1770、780，我还是会补仓的。虽然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能不能跌到那儿让我再补，这是我的操作思路。哎，你们如果想跟上的话，可以试一试。这是我的一些付费内容才能分享的精华啊，准不准，好不好，能不能让你赚钱？今天我免费公开给大家，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当然了，我也可以学一下别的博主。哎，本节目的所有言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好，最后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可能是今年最好的生态项目 Space 公会。这个游戏公会旗下会推出多款主打可玩性的游戏，当然了，打金和博彩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们第4季度会上线2款直接可玩的手游。这个公会走的是炼游加传统游戏兼容的模式。那既然它有底气做传统游戏的模式，那游戏的品质一般都会很高，对不对？传统游戏基本上都是很好玩的。炼游的缺点就是跟传统游戏相比的话，游戏性不行啊，主要就是充钱。那这个游戏公会可牛逼了，它要把炼游和传统游戏完全结合起来，2方面的优势都汲取。哎，既然有底气做这种玩法，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因为目前市面上没有这么做的，要么就是骗钱炼游，要么就是普通的手游，里面的资产不是我们的，对吧？所以呢，你们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东西的，而且你们现在购买5颗召唤石，填写我的推荐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每日公会任务的奖励哦。这个每日公会任务啊，我之前有节目讲过，你进去啊，只需要每天点一点任务，签到呀，转发广告，你就有可能白嫖到 NFT， 还有平台代币，甚至苹果手机。而且这些项目啊，本身就有安全审计 Certic 全球最大的审计公司，包括 KYC， 所以呢，他们不存在跑路的可能性。大家仔细想一下啊 ，Axie 的宝箱2年翻了100多倍，那这一次啊 ，Space 公会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游戏去支撑它的平台币以及它的 NFT， 你想错过吗？哎，废话不多说，链接和推荐码我都会放在留言区，好不好？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你自己是有脑子的嘛，能分辨出来好与坏的嘛？相信你自己的选择，拿眼睛看一看吧。OK， 如果你们想要像开头截图分享的那些会员们跟着我安逸的赚钱，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跟着一些土狗激情群呀、梭哈干呀啥的开合约呀。祝你好运，再见。